爷爷，你头上怎么有个字啊？我怎么没有？傻孩子，等你再长大一点儿，就会有了。这个世界啊，万事万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本命字。有人觉醒剑字，便可以字化剑，随心而动；有人觉醒一字，便能以字凝光，救人性命。但在万年前，却出了一个例外。那人竟是个无字之人，所有人都说他这辈子注定平凡。可最后，他不仅飞升成仙，还能提笔改字，定人生死。啊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这是那位仙人赐我的字。走快点，慢了就看不到了。今日不是赶集日，村里不该这么热闹。魏明啊，长寿宗仙师来测灵根和本命字，村里适龄的孩子都过去了，你不准备再去试试吗？李大娘，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反正不管测多少次，结果都一样。天啊，这金光，咱们村这是出仙人了！好像是林清月那丫头，好像还真是。林清月吗？金系天灵根，这种小地方竟出了一个天灵根！快把手放到这上面，让我看看你的本命字是什么。剑字，真的是剑字！这个本命字跟金系简直就是绝配。没想到下了一趟，居然能碰到这等天才！清河村出仙苗了！昨日她还是村里那个会在河边洗衣，会被沈娘喊去晒谷的少女，今日便已是仙门眼里的天才了。然而自己却是个无字之人，并且连灵根都没有。魏明哥，没关系的，就算不能修仙，也能活得很精彩。还有没有人需要测试的？没有的话，这次测试就此结束吧。等一下，仙师，我还没测。沈夜来了。你也来看热闹？哼，让你看看也好，这样你就知道别人跟你的差距，免得你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废。就你还惦记着清月，真是痴人说梦。暗属性，这是异色灵根，暗灵根。又一个天才，还是个鬼子！我这下子可真是赚大发了！你看见了吗？林清月是天才，我也是天才，而你，周卫民，还是那个连天帝都不愿写下一笔的废柴。进来！闭嘴，沈夜。魏延哥如何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再敢拿这种话辱人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别动怒嘛，清月。住口！
清月也是你叫的吗？既然清月已经开口，我就不再多说什么。若卫明，1个月后我就会与清月一起拜入长寿宗，到时候记得来给我们送行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本名字，唯独我什么都没有？凭什么他们生来就能被天地选出，而我连被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？别看了，魏明兄，林清月现在是精细天灵根，本命字还是最顶级的剑字，你知道这其中的含义吗？代表人家从今天开始，跟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以前愿意搭理你，那是他心善；以后呢，他会进入大宗门，成为宗门的天才。至于你，一个无字无灵根的废材，还是别在这看了，赶紧上山采药吧，晚了连毛都没有。魏明哥，我现在追过去，只会让你难堪。等我有能力护住你的那一天，我一定会来找你。等我。等等我，今日我也进山。你不是要留下看长寿宗收徒？看什么？林清月这种天才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可不像某些人，眼巴巴站着看人家飞上枝头。咱们今日一起走，后山浅处藻药都被采得差不多了，不如去深处看看。深处危险，危险才有好东西。你采浅山那些破叶子，能换几个铜钱？我听说深处有10年以上的赤叶止血草，一株能抵1个月的饭钱。赤叶止血草吗？我记得那是一种专治外伤的草药，寻常2、3年份的便能卖几个铜板，要是10年的，自然价值不菲。可后山深处有妖兽出没，村里几年前便有人进去后再也没有出来。要去你自己去。怎么，你怕了？也是，你一个什么保命手段都没的人，怕也正常。不过周瓦明，你难道想一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去吗？我听说啊，仙人这次下来给了一大批灵米，只要能摘到10年的赤叶止血草，就能换到一大批灵米。有了灵米，我们的身体强度能提升1大截。只有实力够，你才有机会再见到林清月啊。我们2个人进去肯定没问题，而且我的麻子可以短暂限制敌人的行动，遇到寻常野兽也能应付。这赵怀肯定不会这么好心，等下自己要防着点儿。直到黑松岭外，再往前的话我就不去了。行，听你的。再往里一点，那边的药材年份高。不能再往里了，都到这儿了，你现在退？臭发明，你胆子也太小了吧！有东西来过。山里有东西不是正常，说不定是野狗呢。这种痕迹不可能是野狗。魏明兄，你就想太多了。再说了，就算真有野兽，我不是还有本命字吗？我的麻字虽不是高等字，但让野兽四肢发麻还是做得到的。有字者和无字者的差距就在这里，哪怕只是最低等的麻字，也足以让人拥有些许保命手段。那好，最后再往前半里。没药的话，我就退。周婉明，我今日找你一起进山，自然是有目的。后山深处确实有10年以上的草药，但也确实危险，我一个人不敢来。可带上他就不一样了，无字无灵根，身体倒是结实，熟悉山路，还能当探路的。若真遇到危险，哼！
真是10年的赤叶止血草，发财了！这东西1株就能换半袋灵米，而这里竟然不止1株，不对劲。这周围的土壤肥沃，确实适合赤叶止血草生长。可问题是，这么显眼的草药，为什么没有被野兽啃过？赤叶止血草有一种特殊的气味，野兽受伤后会本能寻找。10年的能保留着这么安好，要么位置极其隐蔽没人发现，要么有东西守着。看样子，这只可能是第2种情况。别碰！你又怎么了？这周围太安静了，搞不好是个陷阱。你烦不烦？这一路你不是怕这个就是怕那个。10年赤叶止血草就在眼前，不摘，难道等它被别人摘走吗？你不要算了，那这些就全归我了。不好！青牙狼，青牙狼，在真正修士眼里，他不算什么妖兽，可对我们来说，这就是阎王。这么危险的地方，我可不能白来一趟。该死！该死！对不住了，兄弟。兄弟，你坚持住，我先回村去叫人来救你。救我？赵怀，这一次我记住了，你最好祈祷别让我活着回去。冷静，现在还不能死，现在不能死，我还有答应别人的事情没有完成。很好，这一刀下去，疼痛感直接覆盖麻字带来的麻痹感。现在只要找机会脱险，就还有活下去的希望。啊，对了，还好这种地阶妖兽没有灵智，并且吃了赤叶止血草的缘故，伤口的血也止住了。不过青牙狼应该很快就会再次追上来。继续这样下去，我迟早会被他追上。我记得前面有个小山洞，洞口大小最多只够一个成年人进去。以这青牙狼的形体，他肯定进不去。只要能跑到那里，就还有希望。真不愧是妖兽啊！就算是最低阶，也不是凡人能抗衡的。不过可惜，这次还是我更胜一筹。这些陷阱是我常年在山毡中习惯性埋下的，本来是为了对付一些寻常野兽的，没想到这次能派上大用场。不过这些碎石也困不了他多久，还要尽快跑到山洞那里。终于到了。终于得救了。看来这畜生是想守住洞口，
活活把我耗死。现在必须找到其他出口，若找不到别的出路，最后迟早要困死在这里。可恶，这止血草的止血效果是很好，但不止疼啊！难道说这是另外一个出口？在这荒山深洞里，竟有这样一处石室，难道说这是哪位仙人留下的？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这里怎么会有书和笔呢？如果说这是哪位仙人留下的，应该有残骸才对。可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不像是有人住过的样子。算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10年赤叶止血草，难道我现在能看见万物原本的名字？要知道，即便修为再高的人，也不能直接看到万物原本的字，都需要通过特定的至宝才行。如果这书是让我能看见万物蕴含的字，那这笔又能让我干什么呢？这笔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难道说这只是一支普通的笔？啊，这笔竟可以在空中写出字来，这么看来，这东西肯定也有特殊用途。书用来看字，那这笔是不是就可以用来改字？那岂不是只要能看到的字，我都可以改？如果我在这10的上面添加一笔，那这10字不就变成了1000字？1000年赤叶止血草，那可是听都没听过的存在啊！不管了，我先试试。可恶，这笔怎么变得这么重？就差最后一点了。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！这可是1000年赤叶止血草啊！若被人知道我手里有一株1000年草药，怕不是立马就会遭到追杀。如果能把10年变1000年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还能加？看来一个东西只能添一笔，至少现在的我只能承受一笔。只能添一笔，又能如何？说到底，我还是那个无字无灵根之人，而没字没灵根就无法踏上修行之路。哪怕我能改出再多1000年草药，又有什么用？没有实力，这些东西就不是机缘，而是催命符。可恶！到头来还是空欢喜一场。啊！什么？无字之人可自负一字？自负字
世人皆说本命字乃天地所赐，生来有便有，生来无便无。可他现在告诉我，无字之人竟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字，成为自己的本命字。如果说真能随意选择一个字，那这个字便可能决定我的这一生。不能记，不能乱选，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行。这些字都很强，强到足以让普通修士脱胎换骨，但都不是我现在最需要的。那些顶级字虽强，但却都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那就是我没有灵根。即便再厉害的字，也只是让我比普通人强上一些，始终无法让我踏上仙途。如果有一个字可以让我拥有灵根就好了。这书里一定藏着我想要的答案。躲！太好了，这就是我最需要的。只要能夺来灵根，我就能真正踏上修行之路。赵怀，你那副假惺惺的笑脸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还有沈夜，你那副看不起人的样子，让我忍不住想要痛扁你一顿。等着吧，我会一点点夺走你们的一切。按照书上说的，字父子需要用自己的血来书写。为什么会这么痛？看来，如果我挺不住，这个字就不会真正属于我。可惜啊，这点痛，相比我这些年经历的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啊！我终于有字了，并且这字不是天地赐的，而是我自己书写的。从今天起，谁也夺不走本属于我的东西。拥有本命字之后，我感觉身体和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也完全没有传说中灵气洗髓通透感。果然还是需要灵根才行，得先处理伤口才行。青牙狼的爪子多半带着妖毒，再拖下去，就算我不死在他嘴里，也会死在这伤口上。千年草药的药力太霸道，绝对不能直接吞，否则不是救命，而是送命。得想办法减少药力的摄入才行。真不愧是千年草药，仅仅一点根须就能让伤口全部愈合。这么一点药力就已经如此惊人，那如果把剩下的整株草药都让青牙狼吞下去，又会发生什么？畜生，你不是守在洞口等我出去吗？守了这么久，应该也饿了，那我这就给你送去一份大礼。这两件东西绝不能放在外面，无论藏在哪里都不安全。竟然还能入体内，不愧是修仙世界的东西，当真不是凡物能比。就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级别的至宝，又是哪位仙人将他们留在这里的？果然只是头低阶妖兽，一闻到好东西就找不到北了。别急，我这就给你送来。我倒要看看
这千年草药的药力，你这畜生到底撑不撑得住？接好了，畜生！守了我这么久，最后倒是连命都守没了。真以为什么东西都能往肚子里吞吗？这份大礼味道如何？这是青牙狼的牙齿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要知道青牙狼最厉害的，除了速度，就是这一口带毒的獠牙。若是把它磨成匕首，或者做成短刃，那我手里就又多了一张提牌。而且这牙里还带着妖毒，寻常低年份草药根本解不了。赵怀，也该让你尝尝毒牙的滋味了。你怎么也想不到，我竟然还活着吧？等着我，赵怀，这笔账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。虽说我现在已经拥有了夺字，可目前这个字唯一的能力是夺走别人的本命字与灵根，但前提是必须先将对方彻底击败，我才能进行夺取。赵怀有麻字，只要给他出手的机会，我就危险了。所以不能硬拼，要么不出手，要出手就必须让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兽牙本就锋利，又带着妖毒，只要划破皮，毒素便会迅速侵入经脉，因此只需伤到赵怀，他就必败无疑。幸好上次把周卫民那小子带上了，要不是他替我拖住青牙狼，我还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。无字无灵根，平日里看着没什么用，关键时候倒也能派上点用处。只可惜你小子命不好啊！这是周佑明的脚印，这怎么可能？那家伙竟然还活着，绝不能让这小子活着回村，不然事情一旦败露，我就完了。我早就劝过周万明了，那地方不能再往里走，可他偏不听。他见了那株赤叶止血草，就像丢了魂儿一样，非要上去采。后来青牙狼扑出来，我拼命喊他跑，拼命让他别回头，可那畜生速度太快，我们两个只能分开逃命。因为他还拿着那株草药，所以后来我在山里找了很久，喊了他一遍又一遍，喊到嗓子都哑了，可就是没有回应。我也不想相信他死了，可那是青牙狼啊。周婉明那孩子也是苦命，怎么就这么贪呢？唉，穷怕了呗。可再穷也不能不要命啊！周为民，没想到你命这么硬。可惜啊，你既然活着回来了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魏明兄，原来你没事啊！我今天在山里找了你好久，看见你还活着，我可真是太高兴了。你别跑了，咱们停下来好好聊聊。找我？我看你是想确认我死没死吧？很好，就这样再追紧一点。前面就是我给你铺好的绝路。不理我，看来这家伙是怕了。
你对我干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让你也尝尝青牙狼的毒牙到底是什么滋味。周婉明，你敢算计我？哼，算计？赵怀，这不是你先教我的吗？你拿我挡青牙狼的时候，不也算得很清楚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一个废物，是怎么在妖兽口中活下来的？想知道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反正死人最会保守秘密了。本命字，你怎么会夺有本命字？这还要多谢你，若不是你害我，我也进不了那个山洞。不进山洞，自然也遇不上那份天大的机缘。魏明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那时候也是没办法。你放过我，我可以把灵米都给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哼，兄弟，你对我出手的时候，有想过我是你兄弟吗？再见了，我所谓的好兄弟。终于，我也拥有灵根了。这就是拥有灵根的感觉吗？四色伪灵根又如何？再差的灵根也是灵根。从今天起，我终于也能真正踏上仙途了。这就是灵米吗？按理说，凡人村子里不该有这种东西的。但我们这周围的村子却是个例外。因为长寿宗每个月都会派人到村里，给每家每户发放1袋灵米。村里人都说，普通人吃了灵米，可以强身健体，少病少灾；若是有灵根的者吃了，更能增加修仙所需的灵气。若是谁嫌每月的份额不够，还可以用年告年草药，在长寿宗村里的驻地换取更多灵米。所以村里人都非常感恩长寿宗。不对，这灵米有问题。那黑屋下面貌似还藏着一个字。算了，先收起来吧。但这灵米肯定不正常，应该是我现在实力不够，还看不出问题所在。深山里这点药香应该足够了，很快就会有普通野兽被引过来。赵怀，你不是最把别人丢给野兽吗？这次也该轮到你自己试试了。这鸟好像有些与众不同，竟然是鸾字。这个字我在字谱中见过，这是传说中有机会蜕变为凤凰的异种。而凤凰，那可是这个世界最顶级的妖兽种族之一。这只鸟怎么卖？那只啊，那只快不行了，羽毛都蔫成这样，买回去也养不活。这位小哥，要不你看看别的？那只买回去死了，不值当。小哥要是真想买，我劝你买这只翠灵鸟。买这只翠灵鸟，虽然价钱贵些，但比那只半死不活的青羽鸟强多了。我就要那只半死不活的。你真要那只？就它。这鸟我可先跟你说清楚了，买回去是死是活，我这儿概不负责。那价钱总不能按活鸟算吧？
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怎么说也是只好看的观赏鸟啊。这样吧，你给10文钱算了。哎，行，你给个最低价就成。小哥，我可说好了，这鸟要是回去就死了，你别回来找我。放心，从今天起你就叫小青。小东西，希望你对得起这个鸾字。真是个怪人，非要买一只病鸟。不过也好，怎么说也卖了3文钱，万一在我这儿死掉，那可就1文不值了。回到清河村后，我简单编了段遭遇。我说自己在山里遇险，后来躲进山洞，才侥幸捡回一命。至于赵怀，我说后来自己就没再见过他。我再来研究研究这灵米。你也感觉这东西有问题吗？这小家伙肯定是看到了什么。这灵米怎么会有一个残字？果然有问题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长寿宗会这么好心。所谓灵米，根本不是单纯的恩赐，分明是一把漫漫蚕食寿命的刀子。好一个长寿宗，表面是救苦除难的大善人，背地里却拿整个清河村当养料，难怪村里人都短命。难怪我爹娘走得那么早。今日有没有偷懒？没有，我帮娘烧火了。你轻点儿，别把孩子吓着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赶快进来吃饭。爹，你怎么有白头发了？没事的，傻孩子，几根白头发而已。你爹我身体好着呢。魏明啊，以后爹不在了，记得要好好照顾你娘。爹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爹，娘，我来看你们了。孩儿不小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我还是没能觉醒本命字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每个人都有本命字，有宗门庇护，有通天前路，而我周外民不仅无嗣无灵根，就连最爱我的爹娘都要被夺走！你们一辈子没害过人，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，可为何那么短命？长寿宗，我记住你了。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，但迟早有一天我会来找你们的，到时候欠我的，我会跟你们算清楚。长寿宗啊，长寿宗，怪不得你们当年定下规矩，说这灵米灵力霸道，不能暗吃，必须觉醒本命字后才能吃。哼，我以前还真信了这套说辞，如今看来，你们是怕好苗子还没入宗，就先被这东西坏了根基。至于像我这种无字之人，连吃的机会都没有，反倒碰巧逃过一劫。这蚕貌似可以提升小青的修为，并且没了蚕后，这灵米应该就可以吃了。一品灵米，自己若是在这个一字上添加一横，那不就变成了10品灵米？上次改字弄出来的动静太大，若是在屋里直接改字，
万一又引出什么天地运动，就完蛋了。所以在没实力前，必须要低调。怎么还想吃？刚刚那么多都被你吃完了，要还想吃，只能下次去给你换。你这小家伙吃也吃了，是不是也该展示下你的能力了？看你干的好事，让你展示本事，没让你给我家开个新洞口啊！行了行了，知道你厉害。门洞不大，边缘碎裂的也不算严重，单看破坏力，小青这一撞确实称不上多强，但胜在速度快，可以找机会打别人一个出其不意。比如战斗前先让小青藏起来，等到对方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时，再让他突然出手。真正的胜负往往不在谁的力量更强，而在谁能抓住那一瞬间的破绽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魏明哥，清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我在听说你可能没命的时候，我都差点要去。别乱说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别哭了，傻丫头。我不是答应过你的事还没完成吗？所以我怎么会死呢？你记得就好。但你这么晚还要出去啊？是的，刚想起后山有处地方，还有些我落下的东西。你刚回来，又要去后山？这小家伙好可爱。这小家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呀？路过镇上的花鸟店，看它病恹恹的，没人要，我有些不忍心，就买了下来。你倒是会捡。他看起来很喜欢你。可能是因为我救了他一命吧。行吧，那你记住，一定要小心。清月，那我走了。这么晚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记得早点回来。你笑什么？好了，不跟你闹了，我们走吧。可恶！林清月啊，林清月，你平时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一面。哼，林清月，你宁愿对一个废物哭，也不肯对我笑。既然你这么在乎他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他是怎么死在我手里的。还是这里最安全。不知10品灵米会有什么奇效？这就是10品灵米吗？我的小祖宗啊，这东西可不能乱吃。好了好了，等下会给你吃的，但要先等我把这灵米稀释一下。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来，喝吧。
原来这就是修行。不愧是10品灵米，仅仅一点，就让我拥有了一丝灵力。看样子你也提升了不少，小青她吸收灵气的效率，貌似要比我快得多。我这夺来的4色伪灵根，终究还是太差了。难怪赵怀拥有灵根几个月，始终没能真正凝聚出一丝灵力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带来的灵米还有一些，应该够我们俩修炼几天了。什么人？别躲了，出来吧。不愧是跟我一样的天才，反应真快啊！沈夜，你想干什么？不要以为你觉醒了暗灵根，我就怕你。哎呀，你看你，总是对我这么大的脾气。你跟周魏延待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这么凶？你找死！沈夜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你若是敢打魏明哥的歪主意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赶快说，你拦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啊，今晚只是想请林小姐去我那里喝杯茶。我看你今天是真的想死了。林清月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那就看看你能挡到什么时候。想跟我拉开距离，把我拖进你的节奏里吗？太天真了。太慢了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拦我的路？沈夜，你所谓的天才，好像也不过如此嘛。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林清月，你真以为你赢了吗？不好！找死！这就是你的底牌吗？我看也不过如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想不到吧，林清月，刚才那把匕首上我抹了毒，你若是不动，毒性或许还没这么快发作，可你偏偏还跟我的鬼影过了几招。沈夜，
你卑鄙！卑鄙，能赢就行。放心，我不会这么快杀你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最在乎的魏明哥是怎么死在我手里的。你敢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毒你越动，发作的就越快。魏明哥，接下来就轮到你了，周卫明。终于，真正踏入仙途了。原来这就是灵气洗髓的感觉。爽！可惜，我这4色伪灵根吸收灵气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，哪怕有10品灵米加持，整整3天，也只是勉强入气而已。换做天灵根吃10品灵米的话，早入气了。从赵怀那里得来的一小袋灵米也全用完了，看来是时候出去再换一点了。有朱字笔在，倒也不难。只要去山里采点1年令的草药，把它改成10年令，就能换来不少灵米。至于1000年草药的话，还是算了吧。1000年草药的药香太盛，不仅会引来妖兽，还有可能被真正的高阶修士盯上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那东西根本不能带出山洞。别到时候东西没换成，命先没了。所以啊，10年草药刚刚好，够用，也不至于太惹眼。走吧，小家伙，我们去换你最爱吃的蚕宝宝。不好！若想林清月安然无恙，傍晚丑时，后山空地见。沈夜，这是你自己找死。你怎么对我，我都可以跟你慢慢算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主意用到清月身上。小青，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。等下你飞在天上跟着我，到了后山空地之后，你找一棵树藏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绝对不能出来。哪怕我有生命危险，你也不能擅自行动。听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但接下来的战斗很关键，而他不知道你的存在，所以你将成为我最大的底牌。还有，小青，如果最后我输了，记住，别回头，立刻逃，逃得越远越好。好啦，我只是说如果，又不是真的。沈夜，既然你想设局杀我，那就看看今晚到底是谁能站到最后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你那所谓的魏明哥，今晚到底会不会来救你。沈夜，我劝你现在给我解毒，放了我，否则等到入宗门之日，我若真有个3长2短，你看长寿宗的仙人会不会放过你？林清月啊，林清月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这脾气还是跟以前一样。你不会真以为我怕长寿宗的吧？以我的天赋，随便去哪个宗门不是抢着要我？至于你，我确实不忍心杀你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来了。
沈夜，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没想到你还真敢来！你一个无字无灵根的凡人，拿着一把破柴刀，就想来挑战我吗？周卫明，你是不是还没弄明白，我们之间到底差了多少？你废话真多！可恶，卫明哥，你赶快跑，别管我！他不敢杀我的，你跟他打会没命的！现在想走，晚了。卫明哥，那鬼影是他鬼子的能力，那把匕首上有毒，千万不能被划伤。哼，告诉他又能怎样？还不是个废物。什么？这一击他竟能挡住？10年气血草，这第一场战斗就靠你了。原来是气血草，看这药力，年份应该有10年。可惜啊，周卫明，你一个凡人之躯，承受得住10年气血草的反噬吗？等药力一过，到时候你连站都站不稳。卫明哥，快不行了吧？你还真能撑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们之间的差距，不是你一个无字无灵根之人能够逾越的。终于上当了。本命字，本命字！为什么你没有中毒？为什么你没有中毒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会有本命字？而且你也没有药力褪去后的反噬，难道刚才都是你装的？这个你应该认识吧？怎么又是10年草药？这山里哪来的这么多10年草药？10年解毒草。虽然不知道沈夜到底是怎么击败清月的，但以我对清月实力的了解，他绝对是用了什么卑鄙手段。而除了用毒，我想不到他还能靠什么赢。那你一个凡人，为什么没有药力褪去后的反噬？谁告诉你我现在是凡人的？对了，沈夜，好好看看你的手臂吧。你没发现你的本命字不能再催动了吗？可恶，真的不能再次催动了，只能控制现有的鬼影。你这个毒竟是妖毒！你这个毒竟是妖毒！答对了，但晚了。沈夜，你敢！周小明，我看你如何选择！
啊！什么东西？沈夜，你输了。可恶！这一刀是替清月还你的。沈夜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打他的主意。来，清月，把这个吃了。我好了耶！不过魏明哥，你什么时候也觉醒了本命字？就这几天的事。坏了，魏明哥，现在沈夜死了，长寿宗肯定会派人下来查的。你快走，我留下来。我是天灵根，还有高级本命字，长寿宗不会把我怎么样。但魏明哥你不投，所以你快走。冷静点，清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你先把这个吃了。清月，你都不问问这是什么吗？不用问，相信魏明哥肯定不会害我的。魏明哥，你……对不起，清月，有些事我现在还不能让你知道，等我实力足够的那一天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你先睡一会儿。沈夜，你的暗属性天灵根，还有你的鬼字，我就收下了。这就是天灵根吗？果然，跟四色伪灵根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。魏明哥，清月，对不起，原谅我的不告而别。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离开了，不要来找我，你也找不到我。我知道看到这里，你一定会生我的气，但这也是无奈之举。继续待在你身边只会拖累你，因为我现在太弱了，弱到别人只要伸出一只手，就能把我身边最重要的人当成筹码。所以等真正有能力的那一天，我一定会来找你，让这世上再无人敢伤害到我身边的人。最后一件事，千万不要加入长寿宗，以你的天赋，完全可以去更适合你的灵剑宗。只要加入灵剑宗，即便长寿宗的人怪罪下来，他们也不能怎么样。至于原因，还不能告诉你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不会害你的。魏明哥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说过不会丢下我的。哼，下次见面时，我一定要好好打你一顿。事情还没调查清楚吗？辉宗主，我们已经尽全力查了，可当时在场的3人，一个死了，一个失踪，唯一知道完整经过的林清月，如今已经被灵剑宗当成宝贝护着，我们的人根本没法接近他。你的意思是，原本该加入我长寿宗的2个顶级天子，现在一个死了，一个去了灵剑宗，而你们查了这么久，连原因都没查出来。宗主息怒，我们并非毫无线索，沈夜的死基本可以确定跟那个失踪的少年有关。
此人原本只是清河村一个无字无灵根的凡人，可奇怪的是，我们最后一次查到他的踪迹，是他出现在长寿宗驻地，还用各种10年味药材换走了大批灵米。灵米？既然他吃过灵米，那为何无法定位他的位置？我记得给到凡人的灵米里都加了残字。宗主，奇怪就奇怪在这里，我们查过那批灵米的残字反馈，那批灵米的印记全都断了。断了？是的，那人貌似有办法去除灵米中的残字。你说什么？属下不敢妄言，可从反馈来看，确实如此。有意思，看来这个人身上藏着天大的秘密。韩墨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必须把这人找出来。还有，记住，我要活的。是，宗主。对了，我要你办的另一件事，办得如何了？回宗主，您要找的本命字为寿字之人，暂时还没有消息。不过，请宗主放心，收割繁星寿元之事一直在稳步推进，绝不会耽误那件大事。行了，退下吧。属下告退。可恶，又来了！明明是最接近长生大道的本命字，却偏偏有个致命缺陷，必须不断吞噬寿元。炼气期，总算真正踏入修士的门槛了。既然已经突破炼气期，那我现在能承受的，应该不止一笔了。麻字、鬼字，若是在他们中间画一个加号，会发生什么？试试。给我喝！竟然真的成了！师傅，你找我？不错，短短1年时间便成功筑基，还是师傅教的好。少来。不过你这丫头修为是长进了，心里惦记的人倒是一点没放下。师傅，唉，也不知道那小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。罢了，不说他。说正事，你让我查你亲生父母的消息，我已经派人查过了。很遗憾，清月，关于你父母的线索就像是被人刻意抹去了一样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没关系的，师傅，这些年我也习惯了。如今除了那人外，您就是我最重要的家人。你这孩子，魏明哥，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。没想到融合魔字后，变化这么大。如今就算是遇上清月，他或许也认不出我来吧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现在已达炼气10层，
要想再进一步，必须服用筑基丹。看来是时候执行我的计划了。等着我长寿宗，我来了。